我们继续 Ins 平台快速起号这个系列，今天讲第4节快速包装 Ins 账号。那今后我们的潜在客户会通过我们的 Ins 账号进行背调，他如果觉得我们的账号数据值得他信任，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跟他的承担概率。那本期视频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快速包装 Ins 账号的7个要点。第一，根据我们所在的行业，做好我们的 Ins 账号名以及全名的命名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个账号，通过账号名就能够判断这个账号是做饰品工厂的。那我们的全名也含有饰品和工厂这2个关键词。账号名和全名中的关键词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在一些场景，比如无法看到 Ins 全名的情况下，那我们的潜在客人可以通过我们的账号名，快速地判断出我们是做什么的。比如说，这个热门帖子的点赞用户，那我们可以通过账号名里的关键词，判断他是做饰品的。这个也是做饰品的，是吧？这几个账号名中都含有珠宝饰品的这些关键词。还有通过点赞，我们可以看到账户名跟全名。所以说，做好这2个的命名，对我们的账号的曝光非常的重要。那第2点，做好 bio 的描述。bio 的描述也是非常的关键的。当我们的潜在客户打开我们的账号主页，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做什么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账号的 bio 中清楚写着我们有做定制服务，那我们这个快递服务提供全球免费包邮。还写着我们的联系方式。如果我们有独立网站，或是平台的店铺主页，我们也可以写进去。所以说，这个 bio 描述非常的关键，它让客人快速了解你所提供的服务。那第3点，我们要做好店铺的基本数据。先说账号的粉丝量，还有帖子的点赞量。起号的时候，我们肯定要做一些粉丝数据。如果一个账号的粉丝量太少，显得太冷清，那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人气，这样会影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感。比如说，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账号，它是6万多的粉丝，对吧？那这个账号它只有这么一些粉丝，那对于潜在客户可以很直观感受到啊，哪一个网站的信任度会比较高，哪个网站它做的比较好，一目了然。那粉丝到底要起多少量？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，这个可以通过第3方的服务来实现。那第2个，帖子的点赞数，也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做。如果说一个账号，它的帖子下没有几个点赞，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冷清的。比如说，这个账号，它的粉丝数量是还可以，但是从它的点赞量来看，显得就比较冷清。那我们要通过第3方平台来给我们的帖子做点赞数据。首先，我们要把帖子的地址获取到。那怎么获取帖子的地址？我们前几期视频中已经讲过了，可以通过搜索帖子界面，先把我们的账号名复制进去，
前面记得要加 at， 然后点击抓取，软件就把我们的31个帖子数据抓取到本地。然后全选之后，复制帖子网址到剪切板，复制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它粘贴到记事本。这样，我们的所有的帖子网址都拿到了，可以导入第三方平台做点赞数据。ins 账号的粉丝和帖子这些基本数据，就像我们做淘宝或者其他平台的店铺一样。如果说一个店铺都没有什么销量，也没有什么评价，那这个店铺前期很难拉动销量。那第4点，我们来讲如何养一批小号来做数据。为什么要养一些小号来做数据？比如说，做一些 ins 平台数据的抓取。俗话说，同行是最好的老师。我们前面几期视频讲到了如何去抓取行业的数据，以及如何去批量找我们的 B 端客户。那都是通过我们小号来完成的。那还有一个是我们要做一些帖子的评论。如果只有点赞没有评论的话，看起来也是比较冷清的。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评论。那这些评论，我们有条件的话，还是通过自己的小号来完成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养一些小号放在绿色的这个组，专门用来做评论的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对小号做一些包装，比如说账号名和全名，可以根据我们的目标市场的用户命名习惯，重新命名。那这个评论内容该怎么写呢？点开我们的这个帖子，我们不知道该评论什么内容比较好，这个可以通过参考同行帖子的评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比如说这个帖子的评论，我们可以学习别人是怎么评论的，我们把它复制出来。一定要选一些通用的评论，如果评论内容不符合帖子主题，就不要选。比如人家是评论这个珠子，你拿来评论跟珠子无关的帖子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像这个 beautiful 就是通用的，那我们可以拿小号使用这些评论，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真实。那我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评论，这些评论是比较通用的。比如说这个帖子，我们复制一下链接，然后用我们的一个小号打开这个帖子，少量的评论我们可以手动的去做。如果主号比较多，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软件去做评论。我们批量把帖子地址复制进去，然后他们评论内容我们放在这里，内容也是支持是 Spintex 格式的。设置完后，我们不要点赞，只需要评论，把这个勾上，参数设置好。点击添加到任务，添加完毕之后，可以在任务管理界面看到刚刚添加的任务，我们鼠标右键菜单开始任务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刚才整理下来的评论内容复制到这边来，我们也可以顺便点赞一下，然后发布评论。评论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刷新这个页面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
在我们的主号中。这个帖子已经有评论了，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回复来增加互动。刷新一下页面，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有人气了啊？账号里的其他帖子也一样可以这样去做评论。我们有了评论的互动，还可以吸引我们的同行或潜在客户过来跟我们进行互动。就是说，账号增加人气之后，它会引导其他的用户跟我们进行互动。平台发现你的人气很高，它也会把我们的帖子推荐给其他有兴趣的用户。第6点，我们可以做一些 review 或 feedback。我们产品有成交记录，就是有了好评记录之后，会增加潜在客户的信任度，会引导客人去做成交。比如说，我们是做珠宝饰品的，那我们可以发一些客人好评敌的聊天记录，做个截图，或是 WhatsApp 的聊天的截图，或是 LINE 的聊天截图。如果我们是做鞋子的商家，我们可以发鞋子的 feedback， 发到帖子中或快拍中都行。只要坚持做，慢慢的人气就上来了，整个店铺人气慢慢提高，信任度也会慢慢提升。然后第7点就是尽量多跟同行互动，提高主号的曝光率。那互动的意思，一个是互相关注，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行互相点赞和评论。比如说这个账号，他的帖子的点赞和评论里大部分都是他的同行。如果我们在同行的帖子里评论或点赞，那他的客户看到我们的评论或点赞，如果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，他会查看我们的主页，这样可以让同行之间的客户互相引流。还有一个就是捧场，这个东西是相互的，我们经常过去给同行捧场，慢慢的同行也会过来给我们捧场。那比如说像这个账号，它这个互动率就比较低了，你看没什么评论，显得就非常冷清，点赞的也少。他虽然说关注了很多同行，但是他没有跟同行进行更多的互动，但是他没给同行去点赞，没有给同行去评论，同行们自然也不会过来给他点赞或评论。所以说互动是相互的，店铺的包装和运营必须长期坚持，这个不能急于求成。比如说我们每天发1-2个帖子，然后坚持对帖子做点赞和评论数据，如果有真实用户跟我们互动，我们也要过去跟他进行互动，慢慢的我们就能做成一个非常有人气的账号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主播，带你了解更多外贸黑科技。